各位朋友，大家好。在当年的央视重磅历史大剧《大秦帝国》中，有这样一段情节，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这段戏呢，说的是商鞅被处死时的情形。那一天正好下起了大雪，商鞅就坐在地上，他身着的那一袭白袍，把他与天地融合在了一起。他坦然地坐在地上，坦然着面对着苍天、后土以及他面前的那一群人。那是要处死他的秦国的贵族们，他们身着的黑袍，在苍茫大地的一片白色的映衬下，更像是雪地上一堆被踩烂的脚印。他们木然地看着商鞅，在他们的不远处还站着另外一群人，他们也是穿着白色的衣服，这些人都是秦朝的百姓们。他们跪在地上哭喊，有的甚至想站起身来，如果没有士兵的弹压的话，他们可能就会冲上前去解救他们心目中的好领导，人民的好商君。至于后来如何了，我就不知道了，因为我记得当时我就把电视关了，实在是看不下去了。平心而论，这段戏拍得不错，演员的演技到位，镜头语言蕴含着深意，导演特别还通过色彩，通过黑与白的对比，给观众呈现中泾渭分明的两派，告诉观众商鞅是跟人民在一起的，商鞅是跟那些贵族们作对的，所以人民爱戴他。所有电视剧应该有的元素，在这段戏中表达的都非常的充分，唯独缺少的就是历史。历史剧不是不可以艺术夸张，为了剧情的好看，增加几个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人物，或者增加几段莫名其妙的爱情，这些都是可以接受的。你可以细说历史，但不能胡说。你说秦桧跟岳飞斗来斗去，是因为他们都爱上了宋高宗赵构的老婆，这个我们咬咬牙还可以接受。但如果你说秦桧是民族英雄，岳飞是大奸臣的话，那就不是细说了，而是胡说。如果你胡说的背后还带着某种功利的目的的话，那就变成了邪说。《大秦帝国》这部书的作者孙浩辉先生，据他说，他研究了秦国的历史，研究了几十年。在我看来，他这几十年恐怕就是在想着怎么编这部小说呢。那么商鞅到底是怎么死的？他是被诬陷谋反，还是他真的参与了谋反？他的死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还是罪有应得？新登基的秦惠文王为什么一定要公开处决商鞅？商鞅到底该不该死？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商鞅之死。在商鞅被处死之前的5个月，他曾经与一个叫赵良的秦人有过这样一番对话。这时候商鞅已经执政了10多年，他自己在秦国的声望地位也已经到达了顶峰，所以他就问赵良，你看当初秦国跟狄戎一样，而自从我执政以来，使得他们男女有别，分居而住，我还征调了士卒，建了大量的宫阙楼台，其豪华程度堪比鲁国和魏国。那么现在你说，我与五谷大夫百里奚相比，谁更有治国的才干？赵良说道，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恶恶。你要让我说，我可就真说了。如果说的让您不高兴的话，你可不要杀我。商鞅很爽快地答应他，你尽说无妨。赵良继续道，说百里奚以前不过是一个楚国的乡下人，后来得到了秦穆公的提拔，使他在一人之上，万人之下。他虽然地位崇高，但当时的秦国人没有人不爱戴他的。他出任秦相期间，向东讨伐过郑国，3次拥立晋国的国君，还有1次出兵救晋。他在秦国境内实行教化，连8国都来献贡。他施德政于诸侯，四方的少数民族也都来拜见。五谷大夫之相秦也，劳不作胜，属不张盖。行于国中，不从车乘，不操干戈，功名藏于府库，德行失于后世。所以当他死的时候，秦国男女流弃，童子不歌谣，冲者不相处。而阁下您呢？您是怎样得到秦王赏识的？您自己心里没数。你可是买通了太监景监，让他把你推荐给秦王的。身为国相，你不想着为百姓造福，竟想着营造那些大型的宫阙，取悦帝王，这是你国相该做的事情。你惩治太子的师傅，又用严刑峻法残害百姓，你做的这些事有几样是得人心的？你每次出门后面都要跟着几车的侍卫，他们个个身强力壮，顶盔贯甲，如果没有这些人的保护，阁下你还敢出门吗？岂不知士德者昌，士利者亡。
君之危若朝露，上将欲延年益寿乎？您的命就跟朝露一样，说没就没了，还想着延年益寿吗？如果您听我的话，那么就交还您15座城的崩邑，然后归隐山林，这样或许可保平安。如果您还一味着贪商吴之富、秦王之宠，同时续百姓之积怨的话，那么阁下的死期我翘足可待。正处于权力巅峰的商鞅，当然根本听不进赵良的劝告，他也大度的没有杀了赵良。或许他是想让赵良活着去见证他今后的更大的辉煌，让赵良体味一下自食其言的感觉。但他没想到的是，翘首以待他的死期的赵良并没有等得太久，5个月以后，商鞅自己就死翘翘了。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秦孝公去世以后，商鞅马上辞去了官职，回到了自己的封地商邑。在秦孝公去世之前的几年，还有这样一段插曲，也可以说是一段历史的谜案。据《战国策》记载，秦孝公118年，孝公饥且不起，欲传位商鞅，辞不受。就是说，在秦孝公18年的时候，秦孝公想将皇位传给商鞅，但被商鞅推辞。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在《史记》和其他的先秦史料中都没有类似的记载，《战国策》是不是搞错了呢？在姚宏批注的《战国策》的版本中，认为在这句话中传字可能是抄错了，应该是父，太傅的傅。意思就是说，秦孝公在生病的时候是想让商鞅来做太傅，辅佑秦孝公的儿子嬴驷，就是后来的秦惠文王。传字跟父字看起来确实很相似，在古时来说抄错也是完全有可能的。但有一样很难解释，就是面对秦孝公的重托和信任，商鞅怎么会拒绝呢？难道他真的不知道太子嬴驷对他早有怨恨之情？难道他早就不想活了吗？后人在批注《战国策》的时候，很少有人专门去批注这句话，很可能是因为这句话实在是太假了。明明有儿子，秦孝公却不想将王位传给儿子，而要传给一个外人，这怎么可能呢？秦国的疆土来之不易啊，是嬴姓先祖们当了多少年的马夫，闻了无数个马屁换来的。不光是养马呀，还得勤王。当周天子有事的时候，别的诸侯可以袖手旁观，秦襄公却要屁颠儿屁颠儿的赶过去，为天子分忧。为这才得到了周天子赏赐的一块土地，而且这也并不是一块实实在在的土地，这不过是周天子给他画了一个大饼。当时这些土地还都在戎狄的手里，那是在过了100年以后，到了秦穆公时期，才逐渐的赶走了戎狄，在这块土地上扎下根来。所以人说，秦朝这块土地是襄公得其名，穆公得其实。而秦孝公呢，他并不是秦国的创立者，他根本就没有资格将祖先创下的这块基业送给别人啊。所以说这段话实在是太假，完全是汉儒的附会之词，宣扬他们所谓的禅让。也有人认为这句话有可能真的是真的，那不过是秦孝公给商鞅挖的一个坑。如果商鞅真的接受秦孝公这个 offer 的话，那他的死期就到了。秦孝公总共执政了24年，那也就是说商鞅要早死6年。也许说这话的时候，在秦孝公的卧榻之下、房梁之上、枕头底下、抽屉里，到处都藏着大大小小的甲兵。商鞅只要说一句我愿意，马上就会有人让他去死吧。后世的刘备好像也仿效了秦孝公这一招。刘备在临死之前对诸葛亮说您的才干10倍于曹丕，定能恢复汉室。我这个儿子如果有才能的话，您就辅佐他；如果他不行的话，丞相可取而代之。大家想，刘备说的是心里话吗？诸葛亮不傻，商鞅也不傻。秦孝公去世以后，继位的是太子嬴驷，也就是秦惠文王。秦惠文王以前我们讲过，他就是芈八子的老公，秦武王嬴荡的父亲，嬴荡之父。秦惠文王做太子的时候，就看着商鞅不顺眼。他年少的时候还犯了法，最后是由他的2个师傅为他顶了罪。一位是公孙贾，被执行了情刑，就是在脸上刻字；还有一位呢叫公子虔，是秦孝公的哥哥，秦惠文王的伯父。他更惨，他被执行了异刑，就是割掉了鼻子。那时候虽然也有韩国，但那时候的韩国并不像现在的韩国那样能够提供这种面部的整容手术。
所以公子虔以后只能是一个鼻孔出气了。公子虔在家中足足待了8年，从未出门，一直到秦孝公去世以后，他才走出家门，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告商鞅意图谋反。那时候商鞅也算很识趣，他离开了朝堂，回到了自己的封地。秦惠文王想为老师出这口气，更为了除掉商鞅，所以就全国通缉犯了谋反大罪的商鞅。凭良心说，那时候商鞅确实没有谋反。公子虔的举报完全是诬陷。知道自己被通缉以后，商鞅似乎并不紧张，他似乎早就想好了去路，他要去投奔魏王。他想以他的才干和在6国中的声望，在魏国谋一个和在秦国差不多的职位，应该不是什么难事，甚至有可能会更高。到时候他就可以给魏王卖命，把魏国打造成第2个秦国。但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竟然被魏国拒签了。拒签的理由并不是说他有什么移民倾向，而是说他根本就不是一个人，一个有信有义的人。这是怎么回事呢？那还是在公元前341年，那时候魏国刚刚经历了马陵大败，在马陵之战中魏军大败，他们的主帅太子申和庞涓都被杀了，魏国元气大伤。所谓趁你病要你命，这时候在秦国的商鞅就建议秦王要抓住时机出兵魏国，而且还自荐担当主帅。商鞅是个文官，他为什么想亲自作战？在秦国，他制定的律法规定，非军功不得授爵，所以他自己要想封侯，也需要有军功。而在此时进攻魏国，正是一个绝好的机会。魏国这次派出的主帅是魏惠王的同母弟公子昂，当时是两军对垒，秦军攻到了魏国的城下。但商鞅并不急着作战，他先写了一封信给公子昂，信中他先述旧情，说你我二人当年都在公叔痤的门下，关系甚好，现在却是各为其主，要相互厮杀，这本不是我的本意，是秦王非让我来的。你看这样好不好？咱们先别开战，你到我的营中，咱们兄弟二人坐在一起畅饮几杯，然后各自散去，我领兵回国，这场战事就算是平息了。公子昂不觉有诈，欣然前往。最后的结果想必大家也想到了，公子昂一入秦营就被擒获，秦军马上对魏军发动了进攻，魏军主帅被挟持，军心大乱，此战魏军大败。魏惠王不得已，只能将河西之地割让给了秦国。商鞅也因为此战的功劳成功进爵，被封为了彻侯，这是秦朝军功爵中最高的一级。在大秦帝国中刻意的贬低了公子昂，说他是一个只喜好音乐的酒囊饭袋，是一个糊涂虫。他设计谋想坑害商鞅，最后被商鞅反制，这完全是一派胡言。公子昂真的傻吗？公子昂是魏惠王的亲弟弟，在他身上还保留着自春秋以来的贵族风度，视信义比生命还重要。他绝对不会相信他的故交商鞅会设计陷害他，而且是用如此卑劣的手段。这样的计策其实并无任何智慧可言，就是生骗。商鞅利用朋友的信任欺骗朋友，为自己赢得了爵位，赢得了封地，但同时也让所有的魏国人记住了商鞅这个名字。在这其中记得最深的恐怕就是魏惠王本人了。自己的亲弟弟被俘，河西之地尽失，魏惠王恨透了商鞅，同时又不禁发出一声慨叹，说后悔当初不听公叔痤之言。这又是怎么回事？当年商鞅在魏国的时候，公叔痤是魏国的丞相，商鞅也是为公叔痤做事，是丞相府的一名中庶长。公叔痤临死的时候，魏惠王过来探视，问他说，你有什么合适的人选能向我推荐来继承你的位置？当时公叔痤就推荐了商鞅，说这个人是个大才，您只要用他，魏国必强。但当时的商鞅名不见经传，只是丞相府的一名官员。魏惠王对公叔痤这次的推荐有些不以为意，公叔痤也看出来了，马上又补充了一句，说如果大王您不想用他的话，那一定要杀了他，不能让他为其他国所用。魏惠王当时就答应了，但比较敷衍。惠王走了以后，公叔痤就让商鞅马上来见他。他对商鞅说我向大王推荐了你，但
给我的感觉大王不会用你，所以我对大王说，要大王杀了你，你赶紧跑吧。我向大王推荐你和让大王杀了你都是出于公心，我告诉你让你尽快逃走，这是出于私心，我也是先公后私。商鞅听了以后倒是不以为然，他后来对别人说，既然魏王不听公叔痤的话启用我，那他怎么又会听他的话来杀了我呢？所以他当时并没有逃离魏国，魏王也并没有杀他。公叔痤这个人，有人说他有识人之能，也许他真的是有。不过有意思的是，他为什么不在他担任丞相的时候举荐商鞅呢？他恐怕还是担心商鞅会抢了他的位置吧。其实类似的事情，公叔痤以前也做过。当年的吴起就是被他逼走的。说起这公孙痤呀，大家有没有觉得他这个名字看起来有点意思？痤这个字呢，按说是不应该作为名字的。痤大家知道，痤疮就是指的皮肤上长的一些东西，应该算是一种隐疾，而隐疾按古人的习惯是不应该作为名字的。据《左传》记载，古人取名要遵循一个五法六不的原则。所谓五法，就是起名的原则，其中包括有信，就是根据小孩出生时的情形来为这孩子命名。比如说姬发的儿子出生的时候，他手中的掌纹很像一个玉字，所以他就起名叫姬玉。而如果一个婴儿出生的时候手中握的是刚给他接生的护士小姐的戒指的话，那不叫有信，那叫有贼。孩子一断奶马上送去自首，这样的孩子将来不知道会偷什么。第二呢，就是有意，就是根据着孩子的气质和父母对他的期望来取名。我们现代人也是经常遵循这个原则为孩子取名。第三个呢，就是有相，就是根据孩子的外貌特征来取名。这点最明显的就是孔丘，因为孔子刚出生的时候头顶凹进去一块，像个山丘，故名孔丘。第四呢是有甲，就是根据孩子周围的事物来取名。孔子的儿子为什么叫孔鲤呢？鲁国的国君送给了孔子一条鲤鱼，表示祝贺，所以他就叫孔鲤。幸亏鲁王没送提匹布，要是真这样送了，孔子的儿子名字还真不好起。第五呢是有类，就是根据孩子与父亲的关联来取名，可以是两个人的共同点，也可以取和父亲的名字有关的字词，这是五法。六不呢，则指的是不能给孩子起的名，其中包括不可以以国名，不可以以山川名，不可以以官职，不可以以畜生，不可以以器币，还有刚才说到的不可以隐疾。那公叔痤为什么以痤为名呢？其实这个痤字还有一个引申的含义，是李子树的意思，所以这个名字也算合适。有些古人的名字如果按现代人的意思来理解的话，就会变得很有趣。比如说三国时期蜀国的大将魏延，三国时期还没有抗生素，如果真得了胃炎的话，那还真的不好治。不过好在自然界本来就有相生相克的法则，三国时期就有一个人专门能治胃炎，他是马超的堂弟马岱，马岱字丁玲，马丁玲专门治胃炎。还有一些名字起得不好，可能为自己的家族带来祸患。比如说唐朝时期李世民的哥哥，当时的太子李建成的夫人叫郑观音。说起来也难怪李世民一定要杀了李建成，那是他要为自己的老婆出气。因为李世民的夫人也就是长孙皇后，她还有一个闺名叫观音碧。杀完了李建成以后，李世民还隔空喊话辽朝的辽圣宗，说你等着，那是因为辽圣宗的皇后叫高菩萨哥。跟大家开个玩笑，咱们继续来说商鞅。商鞅似乎完全感觉不到魏惠王对他的仇恨，他想当然的以为，虽然他以前做过一些对魏国不利的事情，但那些毕竟都过去了，不过是一些小小的欺骗而已。凭借着如果他辅佐魏王的话，能够为魏王打下一片天地，在这样的利益面前，商鞅相信魏王不会拒绝他的。但这次他想错了，魏王坚决的拒签。不仅如此，考虑到商鞅是秦国通缉的罪犯，魏王担心商鞅在魏国乱走，由此惹怒了秦王，所以就派人将商鞅押回到了秦国。很明显，当时秦魏两国并没有什么引渡条例，所以魏王只是将商鞅押回了秦国，而并没有将他交给秦国的当地官府。商鞅就这样垂头丧气的回到了自己的封地。
在路途之中，他曾经想住店，但客店的主人因为商鞅拿不出官府出具的介绍信，所以拒绝他入店。而这条法令正是商鞅当初制定的，这也就是做法自毙这个成语的出处。回到了封地的商鞅并不想就这样束手就擒，这一次他是率领着自己的仆从去攻打附近的郑。郑可并不是指的郑国，郑国离商鞅的封地太远了，商鞅根本就够不着。现在有些商鞅的死忠粉说商鞅当时攻打的是郑国，就是说商鞅在最危急的时候也没想攻打自己的秦国。但其实这里的郑指的是郑县，是现在的陕西省渭南市华州区，那个地方在几百年前就已经是秦国的领地了。所以商鞅带人攻打的是秦国的州县。那这算不算谋反？算不算叛国呢？当然算。其实当商鞅决定去投奔魏国的时候，按照严酷的商鞅他自己制定的秦律，他就已经犯了谋反叛国罪。现在又去攻打秦国的郑县，那更是罪上加罪。所以说秦惠文王最初说商鞅犯了谋逆之罪，那是诬陷，但以后商鞅的所作所为则确实是犯了谋反之罪，即使他是被逼的。商鞅攻打郑县失利，他以后的命运有两种说法，一种是按照《史记·秦本纪》的记载，说商鞅战败后被俘，然后被押回了咸阳，并当众受了车裂之刑，也就是说他是在活着的时候被执行了车裂之刑的。还有一种说法呢，是出自于《史记·商君列传》，说商鞅战败自杀，后来他的尸体被押回了咸阳，被当众车裂，那也就是说他是在死了以后才被车裂的。不管哪种说法，总之商鞅是这样死的，他确实是犯了谋反之罪，罪无可赦。而在大秦帝国中呢，完全忽略了商鞅投奔魏国，后来又带兵攻打秦国州县的史实，把商鞅塑造成了一个热爱秦国的忠臣，而且最后也是为了变法能够顺利的推进而自愿赴死的，他成了护法的英雄。孙浩辉先生还担心商鞅因为是被车裂而死，这样会损坏了商鞅的形象，所以在剧中就变成了他服毒而亡，而且身边还有一个美女相伴，黄泉路上还能是有说有笑的。不得不说，孙先生思虑的也实在是太周到了。商鞅是一名爱国者吗？他真的热爱秦国吗？肯定不是。顺利的时候他可以高高兴兴的吃秦国的饭，但逆境的时候他可以毫不犹豫地带兵去砸秦国的锅。那么商鞅是一名殉道者吗？他会为了他的变法而殉道吗？也不是。在商鞅的心目中根本就没有什么道，法家讲究的就是术。盐铁论中是这样说商鞅的，说他弃道而用权，废德而任利。商鞅治理下的国家不讲价值观，不讲道义，只讲权术，只讲策略，他们还迷信力量，这些思想都深深地影响了后世。这也就是为什么至今还有人相信弱国无外交，真理只在大炮的射程之内。他们笃信政治就是阴谋，就是权谋，就是权术，就是尔虞我诈，就是两面三刀，就是欺骗或者是背叛。可是中国古人心目中的政治最早可并不是这样。所谓政治，正也是通正直的正，正当的正，说的是要用正当的手段治理国家，达到目的。那么商鞅是什么？其实商鞅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自私自利者，他所做的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赢，不惜一切代价的赢，打破所有底线的赢。在他的心目中，什么礼义廉耻仁义道德这些通通不重要，重要的是赢，因为赢者通吃一切。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变得狠毒，变得刻薄，他没给自己留后路，也没给百姓留后路，更没给秦国留后路。在他的打造之下，秦国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战争机器，而当战争的齿轮一旦开启，那么胜利就是他的唯一方向。从前有些蛮荒并且带有着游侠气息的秦国死了，新的秦国在商鞅的打造下变成了一个虎狼之国。他是那样的高效和直接，不带一丝怜悯的一路平推，在血脉上完全压制了其他诸侯国残存的低效和仁德。华夏也最终在这铁和血里完成了统一。秦国赢了，但赢的那样让人绝望。绝望是因为代价巨大，对秦而言就是二世而亡。商鞅最终把秦国打造成了一台高效的战争机器，
除了战争以及更多的战争，秦国已经无路可走，这也为日后大秦帝国的脆断埋下了隐患。因为战争停止之日，就是秦国崩坏之时。这台战争机器一旦发动起来，它就可以碾碎一切，包括它自己。对于世界而言，准确地说，对于东方世界而言，秦的统一则是对东方文明的降维。原本多元丰富的可能性、繁荣的学说，以及人们相对自由的有选择的生活方式，最终变成了一种思想，反映权力者意志的思想，一种活法，取决于权力拥有者个人意志的活法。有些人可能认为商鞅还是有功绩的，至少他剥夺了很多那些地主豪强和旧贵族们的利益。但是这些人可能忘记了，商鞅把这些夺来的利益他都交给谁了？是交给那些秦国的百姓们吗？他把所有这些利益都交给了秦王一人。在他看来，欲使天下之人尽为君主之奴，必先使天下之人互不为主奴。所以消灭贵族可以大大的提升君主对资源的汲取能力，而贵族都被打翻的结果，就如《汉书·识货志》所言：秦收太半之赋。太半指的是2/3。还有人说，商鞅为贫苦的百姓提供了一条上升通道。可说这话的人可能忘记了，这是一条怎样的上升通道啊？虽然这是一条快速通道，秦国的士兵只要砍下敌人的人头，他的家人就可以得到大量的赏赐，会赏赐土地、荣耀以及奴隶。秦国征服6国，统一天下，总共打了100多年。对于在这期间的很多人，他们的一生都是在打仗。那时候的战争可不是现在摁一个电钮就可以执行的斩首行动，那是冷兵器的战争，杀敌1000，自损800。秦国人不得不一直战斗。上一次你能斩下敌人的人头，那么这一次你还会那么幸运吗？或者你的人头被敌人砍下，或者你成为了敌人的俘虏。成为俘虏的代价，那就意味着你的家人将成为奴隶。由此也可以看出，秦国并没有废除奴隶制。如果真的废除的话，他拿什么来赏赐那些立功的人？秦国的奴隶制跟以往的奴隶制不一样，以前奴隶是奴隶，平民是平民，而在秦国，奴隶跟平民是随时都可以转换的。你今天是平民雇佣的奴隶，明天你的家人在战争中被俘，那么你全家都将成为奴隶。所以这条上升通道看起来很快速，但实际上很短。因为一场战争的结果很可能就完全改变你和你家族的命运。秦国自秦孝公以后的历代君王都应该感谢商鞅，因为商鞅给他们解决了一个最难解决的问题，就是民之难治。商鞅给出了一个最简单的答案：疲民、侮民、愚民、弱民、贫民。他第一次让权力的拥有者看到了人原来可以这么贱，权力原来可以这样用。所谓的民之难治其实一点也不难，只要剥夺了他们的自由意志，那么一切都 OK 了。最终权力使人这个物种降维成了牲口，这就是商鞅做出的最大贡献。整个秦国除了秦王以外，别人都不配称作人，包括商鞅他自己，他只是秦王豢养的一头恶犬。秦王想吃羊肉，他就抢来羊；秦王想吃牛肉，他就叼来牛。他最终之所以被车裂，不过就是因为秦王有一天想吃狗肉了。秦惠文王之所以要全国通缉商鞅，而不是派人到商鞅的属地直接去捉拿商鞅，他之所以最后要公开的车裂商鞅，其实原因就在于秦惠文王也意识到了秦国的当时已经处在了高压之中，就像是一个不断加压的高压锅，而商鞅恰好是一个降压阀。他通过通缉和处决商鞅，可以最大程度的减轻国内的不满情绪，让这些不满和愤恨有一个出口，这也就是商鞅最后的使用价值。有些人总是痴迷于宏大的叙事背景，总是认为为了一个大目标付出一些代价是应该的，可他们往往忽略了一点，谁最后达成了这个大目标，谁又付出了代价。如果这些人穿越到秦代的话，他们很可能就是那些代价。有些人觉得不管怎样，商鞅变法使秦国由弱变强，但一个国家的由弱变强，真的就顺应了历史的发展规律吗？真的就反映了普通人民的意志吗？在现代史上，纳粹德国的短期做大，以及暴力苏联的快速争霸，都是类似的例子。
以剥夺民众为手段的民穷国富、弱民国强，这样的例子难道还少吗？商鞅真的得到了秦人爱戴吗？史书上说得很清楚，商鞅死了以后，秦人不怜。秦国的百姓是在这场与六国的征战中受损失最大的国民。这也就是为什么10几年以后，那个怎么看起来都吊儿郎当的刘邦，就是因为废除了秦国的那些严酷的法律，只约法3章，就让那些老秦人沧桑疲惫的眼里闪出了一丝光。他们一生中第一次意识到，真正的胜利不是你死我活的杀伐，而是大家坐下来共同商议一个都能接受的活法。中国的历朝历代都有移民，即便是外族统治的元朝和清朝，但唯独秦朝没有。至少2000年前，当秦国灭亡的时候，没有秦国的移民，没有人怀念秦朝，没有人想回到秦朝。秦以后的历朝历代，只要是有点德行的朝代，都不会把秦朝当成成功的典范，而只作为教训。奇怪的是，2000多年以后，进入现代社会的中国，却发现了很多秦朝的移民，就像《大秦帝国》的作者孙浩辉这样的人。他们鼓吹秦朝，热爱秦朝，希望回到秦朝。他们是怎么来的？他们又想将中国带向何方？我想，这才是所有的中国人应该警惕的问题。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收看，欢迎大家点赞订阅。这里是风下杂谈 ，Frank 为您带来有温度的历史，咱们下期节目再见。